春节期间，我向离婚登记员丈夫提出离婚。我的老公是离婚登记员，秉承宁拆十座庙，不毁一桩婚。10余年，他挽救无数家庭濒临破裂的婚姻。所有人都说有这样懂婚姻、懂家庭的好老公。可我出差1个星期回家，看见马桶上的尿渍，塞在乱扔鞋里1个星期的臭袜子，阳台晾了几天的没有收的衣服，厨房里放着已经发霉的碗筷，以及垃圾桶里被垃圾盖住的薄荷味避孕套。我忽然有些倦了。我将离婚协议书递给正在上班的顾荣臣那一刻，他皱眉不可思议地问我：“你发什么疯？就因为这一点小事离婚？”“就因为这一点小事。”“今天这个网络是怎么回事？”“两位，不好意思啊，我这边网络故障了。今天是周五，怕是弄不成了。你们要不下周1再来登记吧？刚好这2天仔细想想，毕竟夫妻床头吵架床尾和。看你们年纪，孩子应该上高中了吧？咱也要为孩子着想，是不？”我看着前面再一次以网络故障劝回去一对离婚夫妻的顾荣臣，直接上前一步坐到他的面前，把离婚协议书递给了他。“顾荣臣，我们离婚吧，刚好你没有下班，离婚协议书我也带过来了，你看看有什么要改的，我们当场修改，剩下的流程你也熟悉。”我的话音刚落，原本还乐呵呵的顾荣臣满脸的错愕：“老婆，你回来了呀？好好的离婚干什么？今天也好像也不是愚人节吧？是不是我今天没有去接你，闹脾气了？哎呦，咋还和个小姑娘一样？都中年夫妻了，还搞这套？”顾荣臣拿起手机看了一眼，抬头看着我的目光带着无奈和纵容。而原本听到我向顾荣臣提离婚，纷纷的一脸八卦的同事，如今听到顾荣臣这一打趣，一副狗粮吃饱的样子。可我没笑，只是把离婚协议书往他面前又推了推。顾荣臣这才意识到不对：“你是认真的？”“对，认真的。我考虑得很清楚。”我开口点了点头。这下原本打算起身离开的那对离婚夫妻默契地坐了回来，眼中满是八卦。登记处的场面瞬间安静了下来。最后还是顾荣臣脸色难看，把我拉进了接待室，皱紧了眉头：“你出差好好的，一回来闹什么离婚？你是不是又听了什么风言风语？我都说了，我和许玉晴没有什么，我把她当我妹子。这几天她和她老公闹离婚，她心里不舒服，我就多关注了她一下。”我挑了挑眉，心里瞬间了然，关注着就关注到床上是吧？面上不动声色，缓缓开口：“我只是突然觉得累了。结婚10几年，那些点点滴滴的细节我说了无数遍。每次我出差回家，迎接我的永远都是尿渍的马桶、乱扔的鞋子、沙发上的臭袜子、卫生间泡了一盆的内裤，还有房间垃圾桶里。”说到这里，我顿了顿，看了一眼顾荣臣，他脸色带着一丝紧芳心和慌乱。我只觉得讽刺：偷情的时候不怕，这回又知道害怕心虚了。垃圾桶里全部都是垃圾，这样的婚姻我真的受够了，也挺没意思的。就因为这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，你打扫一下，或者你说我改不就行了？至于闹离婚吗？顾荣臣听完我的话，明显松了口气，旋即一脸的不可思议：“哎呦，嫂子，你怎么和陈哥吵起来了？我在走廊过道都听得清清楚楚。陈哥，今天做这个糖醋排骨花了一点时间，来晚了，你肯定饿了吧？”我还未开口反驳顾荣臣，就被提着食盒的许玉晴给打断。她自顾自地走进来，把食盒打开，菜一一摆出来，又贴心地用湿纸巾把筷子擦了擦递给顾荣臣。原本阴沉着脸的顾荣臣看见许玉晴的那一刻，眉眼都瞬间柔和：“你怎么来了？我都说了你不用整这些，做饭多辛苦，我随便在外面对付一口就行了。”我要不是顾荣臣的老婆，此刻这场面我都想鼓掌喊一句：“真是一对恩爱的夫妻。”而许玉晴仿佛才注意到我，无措开口：“嫂子，怪不好意思的，我也不知道你今天回来就做了陈哥那一份。你也知道，我总和我家那口子吵架，前段时间还在闹离婚，
还多亏陈哥他劝好了。我看你又出差了，陈哥天天吃外卖也不怎么健康，就顺手给陈哥做几顿饭，感谢一下他。嫂子你不要误会，他越说声音越小，到最后低下头，仿佛下一秒我就要活撕了他一样。这不，我都来不及说话，就有人立马心疼了。方心怡够了，许玉晴都已经解释得这么清楚了，我和他没有什么，你还摆着一副咄咄逼人的样子。我要真的和他有什么，早就和结婚，怎么可能看着他嫁人？我看着顾荣辰眉头紧皱的样子就觉得好笑，抬手就给了他一巴掌。你眼睛是瞎了吗？从他进来之后，自始至终都你们两个搁着夫唱妇随，我有开口说话的机会吗？我咄咄逼人个什么？眼睛不用就拿出去捐了。我一巴掌直接把顾荣辰打懵了。许玉晴一脸心疼地查看他的脸伤，语气透露着不满。嫂子，你这次也太过分了吧，打人不打脸，陈哥就想为我说一句公道话，你就打他，他可是你老公。我微微一笑，过段时间就不是我老公了，因为我要和顾荣辰离婚了。我说这话的时候，一直观察许玉晴的表情，听见我要离婚，她脸色明显带着喜色，却被他硬生生地压下来。他一脸惊讶，像一个和事佬一样劝我，怎么能离婚呢？顾轩现在都初3了，你们彼此也要为孩子着想啊。而且陈哥这样的好男人从哪里找？懂婚姻，懂家庭，挽救了无数个家庭濒临破裂的婚姻。电视台都报告了，嫂子你要好好珍惜呀。而且夫妻哪有不吵架？但是闹离婚就过了一点，否则以后后悔莫及。我以前就经历过，我呀，比谁都希望你和陈哥幸福。许玉晴说这句话的时候，眼眶带泪地瞥了顾荣辰一眼，又飞快地避开。明明是劝人的话，可顾荣辰的脸上却越来越难看。我突然感觉就这么提离婚，有点便宜顾荣辰了。房间垃圾桶里的避孕套也不确定是不是他和许玉晴用的，但是要说这二人之间没有什么，我打死也不相信。而且我今天确实也有点冲动，没有考虑儿子的感受。想到这里，我一把握住许玉晴的手，满脸都是感激。许玉晴，你说的对，你陈哥这样好的男人，我应该好好的珍惜才是。是我生气，脑子一热冲动了。接着我一把挤开他，捧着顾荣辰的脸，温柔地开口：老公，对不起呀，我不过是出差回家，看见家里乱成那样，都没有人收拾，气不过才提了离婚，吓吓你。毕竟你身为离婚登记员，更应该懂很多婚姻都是普通的芝麻小事，足以毁了一个家。所以你不会怪我今天让你丢面子，又打了你一巴掌吧？我看着顾荣辰脸上清晰的巴掌印，就想笑。明明他气得要死，现在还要善解人意地安慰我，怎么会呢？老婆，这原本就是我的错，没有注意这些小事，应该我向你赔礼道歉才是。刚刚也是我不好凶了你，你要什么补偿我都满足你。好啊，那就上次金店里看的那款4万的金镯子吧。我直接顺着顾荣辰的话接了下来，却让顾荣辰和许玉晴两个人瞬间变了脸色。这些年来，顾荣辰身为离婚登记员，工资一个月才6000块，根本不够结婚后生活还有孩子日常的开销，家里全靠我的工资支撑。而顾荣辰的这些年存的私房钱，满打满算估计也只有4万。我开口要4万的金镯子，无疑是要了顾荣辰的命。我心里这般想，面上看着顾荣辰没有说话，略带着一丝阴阳怪气开口：瞧瞧，信誓旦旦地说补偿我。我开口了，你又不乐意了，那就算了，求来的我也不稀罕。原来现在的补偿都是耍嘴皮子就行，买，只要你喜欢，等我下班就带你去买。顾荣辰咬牙开口，还是老公对我好，还得多谢许玉晴你把我劝醒了，我今天才能有一个大金镯子。我转身笑眯眯地看着许玉晴，开始杀人诛心。不谢，嫂子你和陈哥好就行了，那我先走了。说完他转身就走，背影带着几丝狼狈。晚上我欣赏着手腕上的大金镯子，
而顾荣晨从金店回来之后，便一言不发地坐在沙发上。爸爸，许玉晴阿姨，我回来了。明天周六，我学校要开家长会，你和许玉晴阿姨一起去吧。儿子兴高采烈地推门而入，看见我的时候，明显地愣了一下。妈妈，你今天怎么回来了？妈妈回来你不开心吗？一进门你就熟练地喊你许玉晴阿姨，她这几天都是在我们家。我缓缓地开口，儿子的目光不自觉地看向沙发上顾荣晨，透露了不少的心虚。哪有，妈妈回来我很开心。许玉晴阿姨没有在我们家里，就是有时候会过来给我送饭吃。爸，你的脸怎么了？谁打的？儿子的转移话题的方式其实很僵硬，可我更多的是心冷。他明明是我的儿子，却帮许玉晴隐瞒，来欺骗我。他看见我回来的那一刻，眼神从期待变成厌恶，不曾作假。哪怕我问他我回来他开不开心，也不过是皮笑肉不笑的敷衍。我打的，因为你爸爸让我不高兴了。顾轩，妈妈想问你，如果我和你爸爸离婚了，你愿意跟谁？我的声音冷了下来，也知道这对于初三的孩子来说很残忍，但是需要一个答案。妈妈，你为什么要和爸爸离婚？所有人都夸爸爸是一个好男人、好老公，他做错了什么吗？做错了就让爸爸给爸爸一个机会。我都初三了，你和爸爸离婚有没有考虑我的感受？而且我也不想你和爸爸分开，我们一家人就这样好好的不行吗？儿子听到我说的话，眼泪瞬间就流了下来。我突然有一点心软了，毕竟是从我肚子里掉的一块肉。刚刚向着许玉晴说话，也有可能是他爸嘱咐的。大人的事情又何必波及到孩子？但是这个婚我一定是要离的，不过得在儿子面前循序渐进。想到这里，我拿着纸巾给他擦了擦眼泪。妈妈只是说假如，又没有真离婚，看把你这孩子吓的。男子汉哭什么？我离不离婚得看你爸爸的表现。顾荣晨原本一言不发，听到我说离婚顾轩跟谁的时候，明显就精神了。如今看我态度软下来，站起身拍了拍顾轩的肩膀，装模作样，看家里被我们爷俩弄得乱七八糟。你妈妈回来看见家里一团乱，才发火生气要离婚的，让你妈妈好好的休息一下。我们赶紧把家里弄干净。我没有说话，瘫在沙发上看着他们花了差不多3个小时才把家里弄干净，才准备回房间睡觉。想到儿子刚才掉眼泪，我突然有些愧疚。这些年我基本上都忙着出差，给儿子开家长会的次数一只手都数得过来。明天不如悄悄地参加儿子的家长会。想到这里，我对着客厅的顾荣晨说道：顾荣晨，我明天公司有事，儿子的家长会又去不了，你去给顾轩开吧。顾荣晨点了点头，没有多说什么。大概是我太忙，不能参加顾轩家长会的次数很多，他也习以为常。反而刚刚不高兴的儿子跑过来给我捏了捏肩膀：妈妈，没关系的，为了这个家你不要太辛苦了，爸爸一个人给我开家长会就够了，你不用愧疚不能陪我。儿子这么贴心，让我心里好受一点，但心里又多了一份怪异感。以前我答应儿子参加家长会，结果工作临时有事不能去，儿子都是生气的直接摔门，把自己锁在房间里赌气不出来。如今反而懂得我的辛苦和付出，或许是长大了吧。第二天，为了给儿子一个惊喜，我特意改变了穿衣风格，戴了一个短款的假发，又戴上口罩，先顾荣晨和儿子一步来到儿子的班级，向班主任问清楚儿子的座位之后，我坐在了儿子座位的后边。刚坐好，抬头的那一刻，我愣住了。顾荣晨和顾轩穿着亲子装走了进来，后面还跟着同样的亲子装的许玉晴。大概是我的目光太过于炙热，许玉晴没有认出我，还笑眯眯地和我打个招呼，然后又笑着牵起顾荣晨的手。顾轩的班主任是年轻的女老师，看得一脸姨母笑。顾轩，你爸爸妈妈的感情真好啊，而且很少两个家长从不缺席孩子的家长会，你们家的家庭氛围很棒。
我紧紧地盯着顾轩，期待他能反驳许玉晴不是他的妈妈。可顾轩反而自豪地开口：“那是当然，我爸超级爱我的妈妈，只要我妈妈想要什么礼物，我爸爸都会眼睛不眨地给她买。而且我爸不会做饭，但是为了我妈妈，他学会了下厨了。明明是中年了，但是我爸妈还和热烈中的小年轻一样。因为我妈喜欢吃城东的小笼包子，我爸情愿跑1个半月小时给妈妈买，结果我爸东西南北不分，还跑反了。说到最后，顾轩还老练地摊了摊肩，一副为爸妈操碎心一样，让周围不少的家长乐呵地笑出了声。而我心里最后一丝期望也彻底地破灭了。也有其他家长笑着认出了顾荣辰：“你就是网上那个最佳婚姻守护者吧？真一个爱老婆的好男人，你儿子也孝顺。什么时候我家老公那个二愣子能学会你这一半？我都要笑得合不拢嘴了。我刚刚看了成绩表，你家顾轩班级第1名，真的太优秀。果然一个好的家庭和父母才能教出这么优秀的孩子。”周围的恭维声让许玉晴羞涩地抿了抿嘴，娇笑道：“也没有你们说的那么夸张啦，我们就是一对普通的夫妻。我年轻的时候不懂事，辜负了我的老公，但是好在老公一直没有放弃我，兜兜转转我身边还是他，所以我格外的珍惜和他在一起的每时每刻。”而顾荣辰此刻也眉眼柔和地握着许玉晴的手：“好了，我们是来给儿子开家长会的，恩爱留着回家秀。”而我却轻笑一声，掐着嗓子开口：“还真是恩爱呢，就是不知道是不是真的。”可能我的语气有一些阴阳怪气，许玉晴不高兴地转头看我：“你这人莫名其妙，我和我老公恩爱还有假的？不会是你老公没有陪你来参加孩子的家长你就妒忌吧？还是说你是一个单亲妈妈？”他话里话外都是刺，我照单全收地点了点头：“是啊，确实是单亲妈妈，我老公死外面陪别的女人了。”听见我的声音，许玉晴脸色一白，我却直接摘下墨镜看向顾荣辰：“你说对不对呀？顾荣辰，我的好老公，11，还有我的好儿子。这个年纪的家长都经历过大风大浪，不过一瞬间，所有人都明白过来，一时间投在我们4个人身上的目光也变得古怪了起来。”顾荣辰不得不出声了：“老婆，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。”啪！我反手一巴掌打在他脸上：“那是怎么样？说来话长，我回去再跟你解释。今天是儿子的家长会，你非要儿子在同学面前抬不起头吗？”顾荣辰捂着脸哄道：“妈妈，你不要生气。”顾轩这时候小心翼翼地拉着我的一脚，我抬手也给了他一巴掌。刚刚喊别人妈妈不是挺开心自豪的吗？现在又知道我是你妈妈了，场面乱成一团。许玉晴这时还一脸委屈开口：“嫂子，我这都是误会，你工作忙，没有时间给顾轩开家长会。我看顾轩那样子可怜，我刚好有时间才想着帮忙。说陈哥是我老公，也是为了在顾轩和老师面前装得像真家长一点而已，这些都是误会。”我冷笑，删了渣老公和渣儿子，忘删这个绿莲花了。啪！啊！方心怡，你疯了，手比脑子快。我看着捂脸尖叫的许玉晴开口：“委屈什么？我还真羡慕你老公的气量，自己的老婆喊别人老公都不介意，你这么喜欢给别人当老婆，给别人的孩子当妈，你说一声就好了，我让给你，就是不知道你老公愿不愿意多一个儿子和多一个兄弟，多一个绿油油的帽子戴头上。”我话说的难听，不仅揭穿许玉晴是小三，还拆穿她身为有妇之夫出轨。周围的人吃了一个大瓜，对着许玉晴指指点点，而我转身直接离开。外面的风很大，把我脸上的泪水都吹了回去，一切想不通的瞬间明晰。原来昨天晚上儿子一改往常的没有闹，是因为他已经有一个新的妈妈了。方心怡，妈妈。顾荣辰带着顾轩在后面着急地喊我，我不理他们，顾荣辰却直接冲过来，一把拉住我的袖子：“你打也打了，气也出了，能不能理智一点？”
我都说了，有什么事情回去向你解释，现在闹这么难看，要是被有心人告诉许玉晴她老公，许玉晴她又得和她老公吵架。我前一段时间好不容易劝好他们，我疑惑地看着面前相处10几年的老公，他解释什么？哪怕到现在，他还在为许玉晴考虑，担心她的老公发现，担心许玉晴受到伤害。我和顾荣晨是大4考研的时候相识，他在我的对面复习，从一开始每天的点头之交，到后面逐渐熟络，再到我发现我们考同一所学校，顾荣晨他向我表白了。1年备考，彼此间的陪伴让我答应了下来，读研3年。顾荣晨是一直都是一个合格又完美的男朋友，甚至在毕业典礼的现场，他瞒着我一场特殊又有意义的求婚，我眼含热泪的答应。结婚之后，他也体贴入微，在我生孩子大出血的时候，差点没有抢救过来的时候，一个大男人跪在手术室门口地上失声痛哭，甚至手里准备了一瓶农药。我爱人要是不在了，我活在这个世界上有什么意思？他怕黑，我不如陪他一起走。可就是这样，连死都要和我一起的顾荣晨突然变了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？是他结婚后上案了民政局，是他碰到他大学的初恋，一脸憔悴的来离婚登记，我才知道他有一个抛下他，嫁给有钱人的白月光初恋。为此他动了隐恻之心，为了许玉晴，顾荣晨拿着我赚的钱和许玉晴的老公一点点地处成兄弟，一次次替许玉晴挽回了婚姻，一次次游离在我和他婚姻的警戒周围。我看见儿子站在一旁半天没有说话，自始至终都没有一句道歉，心终于彻底的冷了。后面不远处，许玉晴也从教室走了出来，看着我无声地笑了笑，眼神中充满了怜悯，好像在说即使被发现，我的老公和儿子也站在他那边。我突然感觉恶心透了，一把推开顾荣晨，就这样吧，我要去公司了，离婚协议书你赶紧拟好。儿子我也不要了，归你。顾荣晨还想说什么，可我直接拦下一辆出租车离开。公司有员工房，我等了1个晚上都收到顾荣晨和儿子的消息。公司刚好有去法国谈一笔生意，要1个星期左右，我应了下来。当天起飞，下飞机的那一刻，我的手机微信传来数条消息，顾荣晨发了2条：你在哪？闹脾气闹到现在还学小姑娘离家出走，你已经不年轻了，顾轩都已经上初3了，你能不能稳重一点？方心怡，结婚这么多年，我是什么样的人你还不了解吗？我一直都很爱你，但明明很简单的事情，你偏偏要把它弄得这么复杂，你的气量能不能小一点？和爱我。我看见家里的监控视频，昨天晚上我的老公把许玉晴带回家，心疼地抱着她，给她的脸上要消肿。我的儿子忙前忙后给她又是端茶倒水，也不知道顾荣晨打这2句话的时候心不心虚。我又点开私家侦探发来的几方新图片，赫然是顾荣晨带着许玉晴去金店买镯子和项链。结婚之后，我专门办了一方新卡给顾荣晨，他1个月6000多的工资用来还房贷，而我的钱全部用来做家庭日常的消费。我相信顾荣晨也从来不查卡里日常花的，但是现在我看着那卡里5W 的金店支出，直接把卡停了，然后把截屏和照片发给顾荣晨，不等他回复我就拉黑了他所有的联系方式。结婚后，顾荣晨和婆婆都劝我不要工作，辞职在家安安心心的备孕，等孩子生出来之后在家带孩子就好。幸亏当初我并没有因为婚姻头脑一热失去自我，如今银行卡里的存款和我的工作反而成了我离婚的底气和退路。忙碌了一天，沉浸在工作中，让我忘记婚姻中的伤痛。结果扰人的铃声打破我的状态，刚一接通，儿子的抱怨透着话筒传来：“妈，你怎么把卡给停了？我那个辅导班要交钱了。我就搞不懂你为什么要生许玉晴阿姨的气。这些年你永远都是忙，每次都是在出差的路上。
我开家长会，别的同学爸爸妈妈都来，而我每次都只有爸爸陪我，工作就比我重要吗？许玉琴阿姨她自己没有孩子，所以她把我当成她的孩子疼，会给我做午饭，会天冷会给我买衣服，会和爸爸一起给我开家长会。要我说，你应该感谢许玉琴阿姨才是。可能她的方法做错了，但是她出发点为了我好啊，帮你弥补了我母爱的缺失。我忽然就想到，顾轩小时候，顾荣臣指着我肚子上的伤疤，告诉他，当初我为了生下他九死一生。他那小小的一团，摸着我肚子上的刀疤，哇哇大哭：“妈妈，吹吹，痛痛飞走了，等我长大保护妈妈。妈妈是我和爸爸的小公主呀，是小公主，真漂亮。可如今这个孩子怎么长着长着，变成了这般的样子呢？”但我还是语重心长地解释：“顾轩，妈妈是没有给你足够的陪伴，可能这些年的衣食住行，还有这1个月2万多的补习班，钱从哪里来的？靠你爸爸那6000多的工资吗？我以为你会懂妈妈的辛苦。”可我的话音刚落，他反而直接在那头发起了脾气，朝我怒吼：“我是你儿子，9年义务教育，这些都是应该的呀，你为什么要用钱裹挟我，让我愧疚？你这次真的很过分，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这样说，你就不能忍一下，等家长会结束后再闹？现在我在班上的形象全毁了，都怪你！要是许玉琴阿姨是我妈妈就好了，烦死了！你赶紧把卡解开吧，否则你现在对我，以后我也不会给你养老了，就养我爸一个人。”顾轩的话还没有说完，我直接挂断了电话，也拉黑了他的联系方式。在法国谈合同这7天，我空闲的时候去了巴黎铁塔、凯旋门、卢浮宫，这些天心思让我不再心软，下定离婚后从未有过的轻松。剩下的就等回国后重新拟一份离婚协议。陌生的电话是半夜3点接到的，顾影在电话里声音急促，背后还有救护车的声响。我心中预感不妙，果然下一秒，方心一块回国，我们儿子出车祸了，现在送医院抢救。你把卡停了，现在也赶紧解开。我身上没有多少的钱，快轰！虽然把儿子拉黑，可听到他出车祸的消息，我的心还是瞬间的慌了。我连忙把卡解开，然后买了最近一趟的机票，又把顾荣臣的微信拉出来，告诉他我下飞机了，他立马过来接我。飞机上那13个小时不能与外界联系，我回忆着儿子从出到现在的点点滴滴。一向不信佛的我，把满天神佛给求了个遍，只希望他能平平安安的，哪怕他再不听话，也是我九死一生生下的孩子。下飞机的时候，我第一个冲了出来，手颤抖地打开手机，生怕接到儿子的噩耗。可看到消息的那一刻，手机从手中滑落，我的眼泪瞬间就流了下来。方心怡女士，你老公这2天忙前忙后的订了一家酒店，然后前天又去高铁站接了一对老夫妻。你儿子今天突然请了一假，出现在云峰酒店门口，而且许玉琴她怀孕了。我雇的私家侦探连发我几天消息，只是那时候在飞机上，我点开他发的2方新照片，第1方新照片里赫然是顾荣臣他爸妈，而第2方新照片原本出车祸的儿子活蹦乱跳地站在酒店门口，像是等谁一样。原来自始至终这都是骗我回来的局呀！我擦了擦眼泪，调整了情绪走了出来。顾荣臣在门口等我，我一上车就紧方心地问他：“顾轩他现在怎么样了？”儿子他呀，现在已经脱离危险了，还需要观察。老婆你别担心。顾荣臣眼神躲闪，装，到现在还继续装。我倒要看顾荣臣他们葫芦里要买什么药。我随手给微信的联系人发了一条消息，然后开始闭目养神。心怡醒醒，我们到了。我睁开眼睛的时候，就发现顾荣臣把车停在了酒店的门口。我一脸诧异地开口：“你把车开到这里干什么？不是说顾轩出车祸了吗？”顾荣臣面带着几分心虚和讨好：“顾轩他没有出车祸，就是你把我们拉黑，电话不接，微信不回，
我只能用这个方式把你叫回来，好好谈谈。你放心，今天我特意让许玉晴过来给你道歉，让你消消气。我讽刺地笑了笑，什么道歉？我怕今天是一个鸿门宴吧？呵呵，怎么会呢？你不在这几天，我和儿子已经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了。我还特地买了轮船票，到时候请假，我们一家3口出去玩一圈。顾荣晨拽着我的手，尴尬地笑了笑。儿子，你对他这么低声下气干什么？一个女人不好好的在家带孩子，还跑到国外搞7搞8，不知道还以为和外国佬私奔了，不知检点，比不上许玉晴半分。我的婆婆怒气冲冲地走过来，对着我大骂。我毫不客气地反击：老东西，给我说话放客气一点！你嘴是裹了清朝的裹脚吗？一嘴的又酸又臭。顾荣晨脸上难看，拽着他妈的手：妈，你别说了，心怡是我老婆，你说话也太过了。我挑了挑眉，以前我和顾荣晨他妈有矛盾的时候，顾荣晨都像一个鹌鹑一样站在一边不说话。如今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，我冷笑一声，走进了包间。儿子看见我，扭头哼了一声。许玉晴的手轻微地摸着自己的小腹，看见我进来，朝我笑了笑。我看了一眼手机，坐了下来，说吧，你们用顾轩车祸的事情骗我回来为了什么？我婆婆朝我白了一眼，率先开口：听说你们好好的闹离婚，我家阿晨不抽烟不喝酒，也没有犯原则性的错误，你有什么不满意的？做人要惜福，你不珍惜的人，有的是人珍惜。也不看看你如今多大了，离婚有人要你吗？公公赞同的点了点头，得饶人处且饶人。我只有一点，你们再怎么吵不能波及我的宝贝孙子啊！你卡都给停了，不给我大孙子交补课费，有你这样当妈妈，对孩子也太不负责了。他气得把桌子拍得啪啪作响，继续说道：我这当老子的不知道儿子秉性，他平时对你百依百顺，电视台都报告我儿子的事迹，挽回了无数的家庭。你闹离婚让所有人怎么看他？这次事情你又没有什么损失，本来的小事闹大，差不多得了。都40多岁的人了，家和才能万事兴。我看着顾荣晨的爸妈，从各种的角度告诉这件事是我小题大做，是我斤斤计较。作为妻子，要无限包容，家和万事兴。作为母亲，我不该让儿子没有爸爸。眼开着我脸色越来越难看，顾荣晨连忙眼神朝他爸妈示意，又一把拉着许玉晴：爸妈，说啥呢？今天是我和顾轩向方心怡赔礼道歉。许玉晴，你不是有话想对你嫂子说吗？说开了就好。你嫂子不是这么小气的人。还有儿子，上次在电话里说的什么混账话，赶紧给你妈道歉。顾轩站起身，给我倒了一杯茶，一脸不情愿地递给我：妈妈，对不起，上次是我不懂事，乱说的，希望你能原谅我。态度极其敷衍。我点了点头，喝了他的茶。哎呀，嫂子，之前不好意思，给你造成了那么的困扰，还让你们小两口吵架了，是我的不对。今天道歉之后，我不会和陈哥再来往了。你和陈哥好好的经营小家吧。许玉晴也倒了一杯茶水递给我，我笑了笑，直接泼在他脸上，看向他的肚子：怎么，孩子的爸爸不要了？这么大度吗？我话音刚落，许玉晴的脸色瞬间煞白。呵呵，嫂子你说什么呀？我怎么听不懂？我向你道歉赔礼，你说我肚子怀孕，那就找一个能听得懂的。我看向一旁脸色铁青的顾荣晨，我半个月出差回来，房间垃圾桶里的避孕套是怎么回事？可不可以解释一下，你为什么和许玉晴出现在医院的妇产科？我拿出手机，顾荣晨陪许玉晴产检的照片对到他面前，他的额头冷汗直冒，还在极力的狡辩：许玉晴她老公和你一样，一天到晚的出差。我这不看她好不容易怀孕，算是高龄产妇了，就想帮帮她而已。啪！我甩了顾荣晨一巴掌，怒道：到现在还在骗我是吧？房间里我可以按了监控，真想把你们2个苟合在一起的视频找出来，你才承认吗？当然这个监控是炸顾荣晨的，
谁没事在卧室按一个监控，总觉得多少有点不自在。顾荣晨猛地抬头，眼里闪过一丝凶光，我心一颤。顾荣晨他这是要杀我！贱人，你敢打我儿子，我要把你皮包了！顾荣晨他妈直接朝我扑了过来，我后退一步，飞快地躲开。他扑空直接撞到了我旁边的许玉晴身上。本来就是常年干农活的，年纪大，但力气像一个小炮弹一样，直接把许玉晴撞得肚子磕到桌角，然后摔倒在地上，自己也摔倒压在许玉晴的身上。啊，我的肚子，我的肚子好疼，我好像流血了，快打120！许玉晴也40多岁了，今天还偏偏要穿白色的长裙，血迹一点点从她下身透出。哎呦喂，我的宝贝小孙子，还没有出事就没了，简直就是作孽呀！顾荣晨他妈妈站不起来，坐在地上哀嚎，包间里场面乱成一团。顾荣晨再也忍不住了，朝我怒吼：“你满意了吧？现在你满意了吗？结婚这么多年，孩子也上初中了，这小半辈子婚姻里哪家不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装糊涂？你为什么非要那么较真？好好的一个家，被你搅和的一团糟，我当初就不应该和你结婚。”我看着顾荣晨额头青筋直露，面目狰狞的样子。对，我做不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而且新闻报告你挽回无数离婚家庭，但真的是这样吗？你收了那些婚姻家暴、出轨男的钱，然后以机械故障或者是打印机出了问题，驳回那些好不容易鼓起勇气提离婚的女性希望，让那些女性继续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。你才是最恶心的那个！你有什么资格说我？这些你说我要是曝光出去了，会有什么后果呢？你想清楚！顾荣晨松开了拳头，良久才哑着喉咙开口：“你闹成这样，倒要什么？离婚，然后你净身出户，儿子归你。”我开口：“不可能，你想都不要，财产我们最起码对半分。”顾荣晨直接拒绝：“对你妈！顾荣晨，你拿着你老婆的钱请客喝酒，和我混熟了，就是为了当一个灯下黑睡老子老婆。你婚内出轨，还舔着个大脸要财产对半，做啥好梦呢？”包厢的门被踹开口，一个身影走了进来，身后还跟了一群的人。原本还躺着地上哀嚎的许玉晴瞬间慌了神，浑身都在哆嗦。“老公，你怎么来了？贱人！操！老子平时给你花那么钱，你背着老子出轨，连孩子都给老子搞出来，是想让我当冤大头，替你给奸夫养孩子？”许玉晴的老公抓着许玉晴的头发，直接就扇了3巴掌。我看到这个场面，我直接退出包厢。不一会，里面就传来顾荣晨的惨叫声。我从来没有觉得那么的悦耳动听。许玉晴她老公是一个煤老板，有钱，所以那时候大3的许玉晴就直接跟了他，和顾荣晨分手。一个贪财，一个好色，两人结了婚。可婚后10几年，许玉晴都没有孩子。她的老公有钱，身边又不缺年轻的女孩子，于是提和许玉晴离婚。但是许玉晴舍不得钱，不想离。之后便是她遇见了在民政局离婚登记的顾荣晨，发生了后来种种的事情。我之前找到许玉晴她老公，给她看这些图片，她暴怒的要冲过来揍死这对奸夫淫夫。我让他忍下来，现在还没有他们实实在在的证据，得让他们亲口承认才行。直到下飞机，我知道许玉晴怀孕了，我便知道机会来了，在车上率先联系好她。我回到家之后，把包间里顾荣晨承认出轨上床录下的音频，还有顾荣晨和许玉晴2个有家庭的人扮夫妻给我儿子开家长会的事情，找了营销号投稿了过去。甚至还有这些年顾荣晨收那么家暴、出轨男的钱的事情，阻止他们妻子离婚的事情，我也直接曝光在网络上。顾荣晨在互联网上的人设一直很好，离婚登记处的背后挂满了那些家暴男送来的锦旗。我这自带话题的曝光，顾荣晨直接在网上火了。爱妻爱家庭的人设下面，居然是这样一副面孔。
而曾经顾荣臣经手离婚登记的一些女性，也纷纷在网上声讨顾荣臣。景浩被点名表扬的婚姻守护者，不为人知的秘密。景浩女性的婚姻该如何来守护？景浩婚姻守护者出轨小三，双方皆有家庭。景浩生这样的儿子，不如生一块叉烧。热搜前时，顾荣臣他们就占了4个。半个月后，顾荣臣撑着拐杖，一瘸一拐的和我离婚了。听说那天包厢里，顾荣臣的腿差点被那群人打断了，而顾荣臣他妈被吓得心脏病爆发，现在还在医院躺着。婚内出轨，顾荣臣直接净身出户，他的单位也把他直接开除了。因为网上的曝光，他名声也臭了，根本找不到工作，只能灰溜溜的和他爸妈回到乡下。至于顾轩，作为顾家的传宗接代的独苗，顾荣臣生怕我要抢走顾轩的抚养权，报复他，和我据理力争。可是我根本不想要，就像网上说的，生这样的儿子不如生一块叉烧。为了不必要的麻烦，我还是辞职把房子卖了，然后换了一个新地方，开启新的生活。再一次听见顾荣臣消息是1年后，我在新公司上班的时候，警察打给我的。那边告诉我说顾轩被行政拘留，想见我一面，想向我道歉。从警察那头知道了事情的始末。顾荣臣和我离婚后回到乡下了，许玉晴被打了一顿，同样净身出户，她的名声也臭了，只能和顾荣臣结婚。而顾轩发生这样的事情，中考只上了1个技校，而顾荣臣一蹶不起，天天喝酒。喝完就发酒疯，和许玉晴打架，怪许玉晴勾引他，否则他这辈子也不会毁了。家里的一团乱。在顾荣臣再一次发酒疯，拿着瓶子要打顾轩的时候，顾轩从厨房拿着菜刀直接砍了顾荣臣的脖子，顾荣臣当场就死亡。然后许玉晴被吓疯了，现在在精神病医院。顾荣臣杀了他爸之后没有逃，他自己报的警。而警察接下来说的话，让我的心骤然沉在谷底。我们问顾轩杀他父亲的动机，顾轩说他的父亲是一个人渣，该死，想杀你，曾经给你买了巨额的交通保险，打算骗你坐轮船，然后乘机找机会把你推下去。他那时候知道，但是因为你打了他一巴掌，所以他没有告诉。听完这话，我突然想到那时候在酒店包间，顾荣臣说带我坐船去旅游，原来早就对我起了杀心。毕竟火车还有飞机，想要在上面失事的几率很小，但是轮船就不一定了，把我推入海中，甚至打捞都极其困难。而和我血脉相连的孩子，明明知道，却选择了冷眼旁观。你告诉他，我不会再见他，此生我们母子情已经断了。我挂完电话，最终还是忍不住趴在桌子上哭出了声。等情绪发泄出来，觉得全身从未有过通透，还好来得及。我才40多，我的人生还有半辈子的时间，真正的可以为自己而已。我看着窗外的阳光，一起都会变好的，不是吗？接下来我们进入第2个故事。我和徐丽阳在一起9年，没有白月光，没有朱砂痣，也没有替身。可当我在闺蜜婚礼接住了手捧花，闺蜜问她什么时候娶我家囡囡，徐丽阳不经意的蹙眉。我看到她眼底一闪而过的厌烦，心里突然累了。面对尴尬的场面，我浅笑地拉着闺蜜的手，故作淡然道：“我和徐丽阳分手了。”徐丽阳一下子愣住，她没料到我会说分手，毕竟我们在一起9年，即便吵架吵得再大，也从未说过分手2字。从高中、大学到我和他都有了自己的事业，这一路我们似乎是大家公认的一对。当年大学毕业，很多朋友都猜想我一定是他们之间最早结婚的。可等啊等，我成了这圈朋友里唯一未婚的，有些唏嘘。就连闺蜜都奇怪，恋爱9年，为什么不结婚？是不够爱？不是，相反，他很爱我。有年地震，我们还在睡梦中时，屋子突然剧烈晃动，他醒的瞬间，第一时间不是顾自己，反而一手拿被子，一手拿枕头，将我卷在其中，滚到床下，
床头的灯一晃一晃的，我吓坏了，以为真的会像电视里那样死在废墟之中。徐立阳当时压在我的上方，我看到他眼底的决绝。他说：“囡囡，别怕，就算死，我也会护着你。所以，哪怕牺牲性命，也会护着你的男人，怎会不爱你呢？可这份对我的爱，到底是不如他的梦想重要。”徐立阳猛地起身，上前拉着我的手，直接将我拽出了婚礼。你什么意思？他离我很近，甚至能看到他生气时微颤抖的眼尾，和在床上动情时一样的小动作。很奇怪，和他在一起9年，有时他离我近了，我还是会脸红，没出息得很。我咽了咽口水，佯装镇定，表面意思分手，你不懂吗？他重重喘了口粗气，眼皮一下子拉耸。你认真的？对，认真的。那行，我回去收拾一下。他咬了咬嘴，转身，又突然停下，再次确认道：“你确定不是因为我们吵架说的气话？来参加婚礼前，我们吵了架。我在家无意发现了一个文件夹，里面是摩联的参赛许可证书、医疗保险、体检报告。这是他要参加曼岛 TT 的赛事资料，那个时速300千米每小时的摩托车比赛，那个死亡率极高，每公里6人死亡的赛道，他去参加，回来的可能是他的尸体。想到这儿，我几乎失声，眼泪像是断了线的珠子。朦胧间，我的眼底出现了一双手，徐立阳擦着我的泪痕。对不起，囡囡，我打着哭嗝问道：“你没打算告诉我，是吗？明年5月才去。”我是想找机会。徐立阳，啪！一阵清脆的巴掌声，我失控地扇了他耳光，撕心裂肺地道：“你做决定的时候有没有考虑我？你是不是忘了前年你是怎么答应我的？”他的手一顿，垂下眼帘，似有挣扎地道：“我没忘，只是余下的话没说完。”我晕倒了，我情绪太过激动，晕倒后就连梦里都是去年的碎片。徐立阳很喜欢摩托，成年之后，他先是考了摩托车驾照，后来又考了赛车执照，参加摩联赛公路赛。一晃眼10年过去，他确实在这个领域里散发着极耀眼的光芒。他说，活着的意义是自我挑战，所以他一直在这个领域不断突破自己，直到前年的公路赛，他出了意外，抢救是一直亮着的红灯，像是地狱使者发送的信号。我几乎悬在崩溃的边缘。1天1夜后，医生说抢救过来了，只不过要等他醒过来，才算是脱离危险期。要等多久？72小时还不醒的话，植物人的可能性比较大。家属做好准备，我不眠不休守在床前，看着他满身插着的管子。我第一次感觉时间过得如此缓慢，每一秒都像是锤子敲在心头。直到第3天的傍晚，他紧闭的眸子还是没有一丝睁开的迹象。我跪在窗前，不断祈祷，我求老天，只要他醒来，安然无恙，即便用我50年的寿命换也可以。后来他真的醒了，出院之后他又去碰摩托车，我心底的那根线断了。我活着的意义是寻找幸福，与爱人长相厮守，所以我红着眼，决绝地看着他。你是借了我，还是借了你的梦想？他沉默了2周，直到我默认了他的选择。沉默地收拾行李时，他一把抱着我，含着泪说了那句：“囡囡，我借不了你。”可是不过2年，我知道了，他不仅借不了我，也借不了他的梦想。曼岛 TT 赛事，无数摩托车专业人士的梦想终结点，冠军在赛道，英雄在曼岛，徐立阳也不例外。可我呢，又要经历一次身处地狱的感受，那样极高的死亡率，我盼回来的极有可能是他的尸体。可是我哪还有50年的寿命换他平安？回家的路上，我们一直沉默。小腹传来的刺痛感让我呼吸逐渐粗重。徐立阳时不时看着后视镜，察觉到了我的不对劲，又胃痛。我咬着牙没说话。他停下车，一路小跑去买了杯热豆浆和鸡蛋饼。早上没吃饭，中午婚宴你又没吃，这么下去，你的胃怎么能好？我抿了口豆浆，
刚要说话，一股酸水从喉咙间涌出，昏昏沉沉的到了家，赶紧吃了止痛片，缓了半个小时，才逐渐好起来。徐立阳倚在门框边，拧着眉。止痛片也不要总吃，对胃也不好。我轻嗯了一声，囡囡，隐瞒去曼岛的事是我的错，对不起。他走到我面前，叹了口气，继续道：可是这是我这一辈子的梦想，只此一次。如果成功，我再也不提此事。我看着他眼底那股偏执的炙热，眼泪不自觉流了下来。我怎会不知他的执着？可那不是简单的梦想，可能连命都没有了。徐立阳，咱们换一种，不好吗？见他拧眉不解，我继续道：我把这的墓园生意出手，随你一起去曼岛盘一家火葬场，这样你可以每天看看 TT 赛事。话落，他眉心紧皱，神色不满，可还是极其压制嗓音：那墓园是你的心血，怎能轻易出手？大学之后，我做着死人生意，又赶上自媒体红利，盘下来了一个墓园。这么多年一直用心经营，才有了一些成果，都是身外之物。只要你在我身边。不行，他打断我，又竖起手指，急切道：囡囡，你听我说，我只参加这一次，一定会平安回来的。之后我们好好生活，你说什么，我都答应你，行吗？那你现在娶我，行吗？我看到他眸子极快的躲闪，喉咙上下微浮。恋爱9年，这是我第2次提结婚的事。我记得第1次是在我20岁生日那晚，他那时说：囡囡，我会给你一个家。我从小是孤儿，一直独来独往，从未有过家的温暖。我以为这是他对我的承诺。我等啊等，22那年，他买了这处房产，我和他住在了一起。他确实给了我一个家，却不是婚姻。此刻，他微微蹙起的眉心，等我回来，好吗？像是一个死循环一样，永远得不到我想要的答案。我挥了挥手，算了，徐立阳，我们分手。这次我是认真的，没有哭天嚎地的挽回，也没有撕心裂肺的纠缠。他就是很安静的收拾行李。当他握住门把时，突然停下，转头对我说：囡囡，对不起，这次如若成了，我会给你想要的。要是没成，这个家给你，你照顾好自己。我没说话，静静地看着他消失在门外。门关上的刹那，就好像9年光景付诸东流。这晚，我以为会失眠，却不曾想，一觉睡到中午，被电话吵醒。安小姐，上次体检报告出来了，您情况。我静静地听完，末了，对方还是说了一句：医生建议您尽快来做第1次化疗。我应下，匆匆挂了电话。洗漱后，我走到餐厅，习惯性地拿起杯子，里面空空的。以往徐立阳都会给我磨一杯咖啡，温柔地刮一下我的鼻尖。先吃东西，空腹咖啡对胃不好。囡囡，这一刻，昨夜的潇洒淡然突然被抽走，余下的后作用力像是狂风暴雨一样冲我扑来，胸口的剧疼让我不由弯了腰，像是报复性一样。我连冲了2杯浓缩，一口下去，嘴里漫着无尽的苦涩，不知是胃疼还是心疼。我和徐立阳怎么会走到这一步呢？就这样，我不断问自己。连续在屋里待了2天，昏昏沉沉地打开手机，微信和徐立阳的对话框里没有一个新的信息。他是早有预谋和我分手，还是铁了心要坚持曼岛 TT， 而放弃了我？一连串的问题在我的心底盘绕打结，最后揉成了一团，像是吞了金子，让人喘息不匀，精神也在崩溃的边缘。直到闺蜜来了，她看见我的模样，吓了一跳，连忙送我去了医院。再次醒来的时候，她红着眼，一把抱住了我。你怎么能这样，囡囡？你告诉我，怎么会这样？她知道了，我得病了，胃癌。这几年情绪起伏太大，胃又是一个情绪器官，吃饭也不规律，胃病一直拖着。其实早在体检上的那一串红色数字之后，我早就有了心理准备，不成想这么严重。看着他泣不成声，我安慰他：没事的，还有得治。你嘴里还有实话吗？
说不爱徐丽阳的是你，说分手的也是你，说有得治也是你。可你看看你的样子，像是不爱了，像是决绝分手。医生说这是晚期，你知不知道癌症晚期是什么意思？林薇薇几乎是用吼，不断对着我输出。我撇着嘴角，无辜道：“我是病人，薇薇，你还知道？好好给我住在医院化疗，我明天就去寺庙，祈求囡囡一定要平安度过去。就算让我一把捂住她的嘴，不能随便许愿。在墓园的这几年，我见过很多无法科学解释的事，也相信因果之轮。当年我许愿用自己50年寿命换徐丽阳平安醒过来，你看实现了，她平安了，我却要死了。之后的1个月，我一直在医院里安静地接受治疗，头发逐渐脱落。林薇薇怕我难过，竟然也剪了寸头，拿着2顶假发。我看网上有好多颜色的，不用挑，不用染，想换啥颜色就有啥颜色，方便得很。看着他为我做的一切，我突然觉得这世上即便少了徐丽阳也没什么，我还有林薇薇。于是我忍着化疗带来的疼，听从医生安排。可日子一天天过，我的状态却一天天变差。林薇薇于心不忍，便想带我出去走走，世界很大，可我却不知道要去哪。她见我神色黯然，沉默片刻，突然拉着我的手道：“去你资助的那家福利院，正好在郊外。这个时候枫叶都红了，风高气爽的，还能看看那些孩子们，怎么样？”我咧着嘴，笑着应下。到了地方，孩子们正好在休息时间。远远见我来，他们摇着胳膊，兴高采烈地跑向我，一口一个囡囡姐姐，叫得我心底温暖至极。院长也出来，见到我气色不好，担忧道：“怎么瘦了这么多？”我找了个借口，搪塞过去，看着旁边正在盖的楼，我高兴地问道：“开始建了？多亏你创建的慈善基金会，这半年资金一下子筹齐了不少，能扩张3栋楼。我们也开始招收员工。”院长拍着我的手，继续感叹道：“囡囡，谢谢你。以前我就是这个福利院的孤儿，加上徐丽阳总是比赛，我便想着多做善事，积福报，让梅家的孩子们都有一个环境好的庇护所，便投资创办慈善。看着这一切成果，我心底也开阔了不少。”腿下突然滚来一个胖乎乎的小雪球，他仰着脖子抓住我的衣角。囡囡姐姐是小豆包，虽然4岁，可懂得很多，也很粘人。本想抱她，可身子太过虚弱，我叹了口气，又蹲下揉了揉她的小脑袋。她嘟着嘴，有些不高兴。怎么了？我问。她像是小大人一样，正色问我：“你是不是和丽阳哥哥吵架了？”我一愣。他无奈摊开手，有模有样继续说道：“他前几天带着一个漂亮姐姐来看我们，我问他你怎么没来，他还凶了我一顿。漂亮姐姐？”我皱眉，余光四下，正巧看到了林薇薇闪躲的目光，我心里不禁咯噔一下。从福利院出来之后，我再三问了林薇薇，才知道了一些事。原来林薇薇早就知道徐丽阳身边多了一个姑娘，她有一家咖啡馆。上个星期，徐丽阳带着那姑娘去了，正巧碰到了。林薇薇见我状态不对，挽着我的胳膊：“我没告诉你，是怕你多想。我跟他真的分手了。”他叹了口气道：“你分手，难道不是因为你得了这病吗？我知道你是担心你要是有一天……”他说到这，嗓音哽咽，捂着嘴开始抽泣，声音断断续续地从他指缝飘出来：“你这么担心他？可是他那刚分手就有了新欢，该死的应该是他。”林薇薇抱着我，不断重复着：“囡囡，别爱他了。”我咬紧牙，嗓子像是被一团棉花堵住。我也知道，可9年啊，人有多少个9年？虽然分手是我提的，可我又怎么能如此快速将自己不伤分毫地摘出来？我们之间有太多回忆，夹杂了我整个青春。那股心痛之下，还有一股气愤不甘，慢慢地溢出来。我像个小丑，被蒙蔽，被欺骗。我抱着自欺欺人的爱意，到头来不过是自我感动罢了。回到医院，
医生又给我做了一系列的检查，他们的脸色发沉，我便知道化疗的结果并不尽如人意。我还能活多久？我突如其来的疑问，惹得在场的人一愣。林薇薇瞬间像是炸了毛的猫，呸呸呸！你说什么鬼话？我拉着她的手，轻轻拍了拍，可眼睛却一直凝视着医生。医生拉耸眼皮，沉默片刻，最终还是说了一句：“好的话，1年；要是不好呢，个把月。”医生走后，屋里只剩下我和薇薇，她哭得喘不上气。可不知为何，我像是解脱了一样。之前还一直抱有期望，如今被判死刑，心里倒也平静了。提前给我哭丧，我尝试打趣，可这话一出口，林薇薇生气地拿起包就走。关门的瞬间，她冲着我喊道：“我去找人，国内不行，就国外现代医学发达，癌症也有机会活着，能不能活着，对我来说不重要了。”我打开手机，将收藏夹里的一则英国曼岛的广告打开，拨通了那边的电话。林薇薇知道我要去英国，她一愣，随即惊诧问道：“杜老师给你打电话了？谁？杜荣啊？昨天突然想起来他在英国从医，我结婚时还邀请他了，结果他那边太忙走不开。”我摇头道：“我不知道，昨天通完电话，我把你的联系方式和病历给他了。今天来就是想跟你说这事，他那边有熟悉癌症方面的专家，我想带你去英国看看。”心底涌上一股暖流。薇薇，谢谢你。他抿嘴一笑，瞎客气。对了，你去英国做什么？我没想瞒着，将心底的打算跟他说了。他先是惊讶，随即皱眉，几次欲言又止。我拍了拍他的手背。薇薇，你知道的，我做死人生意，没家人，这些年除了徐立阳，就只有你陪着我。他一下红了眼，攥紧了我的手。这些年，墓园里生死离别的事，我见得太多了。我以为我看淡了，可轮到自己身上，还是有一种恍惚。所以，薇薇，这事别拦着我。可这太突然了。他皱眉紧锁。咱们对曼岛人生地不熟的，万一那广告是骗人的呢？1年前，我做过一个梦，梦里徐立阳去了曼岛参加 TT 赛事，我呢竟然在曼岛的尽头开了一家火葬场。当时我觉得这梦离奇得很。后来我刷手机，竟无意看到曼岛有一处火葬场出售，就一直放在收藏夹里。那不过是个梦。你现在生病了，去英国主要目的是治病，而且你的墓园生意呢？还有刚刚有起色的福利院的慈善呢？你都不管了吗？薇薇还是相信英国专家能治愈我的病。她想我病情稳定了，再回来重新开始我的生活。可我心底却明白，就算去了英国，找了专家，谁又能保证我能被医治好？不过是续命，苟延残喘罢了。许是我的眼底根本没有生的希望。他猛地站起来，生气地喊道：“你能不能振作起来？能不能有点希望？能不能放下徐立阳？”薇薇，对不起，很多事情其实薇薇不知道的。最后我还是说服了薇薇，随后处理好一切。我独自飞去了英国，薇薇一直要跟着。我再三劝阻，她才应下等明年开春之后去看我。落地英国时，正好遇上一场小雪，寒风刺骨。我缩了缩脖颈，提着行李，看到了薇薇口中说的杜老师。我上前略带歉意：“不好意思，杜老师，这次麻烦你了。”杜荣扬起嘴角，微笑道：“薇薇特意嘱咐过，我俩交情深，既然你是她最好的闺蜜，我这也是应该的。”说着，他侧身给我开了车门。天冷，先上车吧。谦谦君子一般，让人感到亲切。路上，他说话张弛有度。半个小时的路程，我们之间也逐渐熟络起来。到了酒店，他站在我房间外，我就不进去了。你累了一路，早点休息。他走到一半，又折回来。对了，下周一专家那有关于你的会诊，你早上来接你。多谢。送他离开后，我站在窗下，窗户弥漫着薄雾，透着外面晕黄的灯光。手机铃声突然打断了这片刻宁静，屏幕上闪烁着徐立阳3个字。
我愣了一下，颤手接听的瞬间，那边传来熟悉的低沉声，略带一丝急促：“囡囡，你把房子卖了？你现在在哪？有事？”那边沉默，几声丝丝的电流声之下，我好似听到了一声极轻的女声：“丽阳，你在和谁通电话？”随后是起身的动静，他身旁有了新的姑娘。我没有亲眼所见，都是别人告诉我的。可此刻听到电话那边清晰的女人声，一句丽阳，让我瞬间控制不住心情，直接低吼道：“徐丽阳，你既然有心人，何必再给我打电话？”问东问西，他没回答我，反而装作听不见似的，问了一句：“你去英国做什么？你真的要去曼岛开火葬场吗？”连续的提问让我烦躁不安，随手就按断了电话。没过2秒，他又打来，我挂掉。这样反复了几次，手机终于安静了下来，屏幕陷入黑暗，脑海的思绪也跟着彻底平息。那些曾经困扰的问题，爱还是不爱，到底化成了一层层不甘和恨意，随即胃里又是一阵翻江倒海。我忍着疼痛，打开了视频，屏幕里我脸色苍白，脸颊消瘦，看起来确实一副活不久的病样，字数一般的记录下来。说到最后，我嗓子不由哽咽，泛红的双眼看着十足让人怜惜。之后几天，我忙着办理好曼岛那家火葬场的手续，异常顺利。余下的资产大部分我捐给了福利院，还有一小部分我存到了卡里，日后留给微微。就这样，周一到了，杜荣接上我去了医院，一番会诊3个小时，最终结论和国内的医院下达的通知几乎没什么太大区别，无非是继续化疗，延长寿命罢了。可我知道，一旦开启化疗，我的身体素质也会急速下滑，那个时候我将哪也去不了，日日在医院里。杜荣略带抱歉道：“本想着有希望，没事，我没抱什么期望，人的命数有定，顺其自然就好了。”他的眸子划过怜悯，沉默片刻，他叹了口气道：“去我办公室坐坐。”想着我也要给微微说一声，杜荣在场的话，他兴许不会凶我，我便同意了。果然，微微一听杜荣也在，即便听到我不治了，也收住了些情绪，只说这一阵办签证就过来。挂了电话，杜荣示意我坐在沙发上，他倒了一杯热可可，我刚喝了一口，就听他说道：“我是学心理的，如果你愿意，可以跟我聊聊。”一想到我的生命处在倒计时，还有什么不能说的，清了清嗓子，将我和徐丽阳的事情一股脑的都说了出来。高中时第一次遇到徐丽阳是在学校顶楼的天台，春日的风吹得她的身子摇摇欲坠，我忍不住开口唤了一声，开启我和她的篇章。没想到后来期末之后，徐丽阳着白 T 恤，阴着小跑，脸有些红，喘着气拦下了我的自行车。“安南，我喜欢你。”简单的告白，真挚的眸光，风吹来，他身上扬起一阵淡淡的香气。我羞红了脸应下。大学4年，1000多公里的距离，无数火车票和飞机票，无一不再证明我们的爱。毕业之后，我从事墓园的事宜，他并没有嫌弃，反而鼓励我。每天下班，他都会用艾叶给我驱驱晦气。曾经青涩爱恋，到相爱相守9年，怎么一转眼就变成了憎恨的境地？杜荣双手交叉，沉思了片刻，才缓缓开口道：“按照我的浅层分析，徐先生有心理方面的疾病。”我错愕不及，从未想过什么心理问题。他见我不解，又跟我讲了一些关于心理疾病的症状，幼时的家庭背景，长大的后一些创伤，在长时间压抑或者解不开心结的日子里，逐渐侵蚀血肉，从而演变成一些抑郁或者焦躁的心理症状。杜荣的每一个字我都听得懂，可不知为什么连在一处我就听不懂了。胃里一阵阵上涌的疼，让我眼前逐渐模糊，片刻就陷入黑暗。再次醒来，杜荣神色紧张：“你终于醒了，微微下周就能飞来。在此之前，我还是建议你在医院做治疗。”他见我要说话，缓缓抬手，
示意我听他讲完。我知道，治疗情况下，你的身体素质会下降，可是咱们可以分次，从浅开始，这样至少能缓解你的疼痛。我想，微微也会希望你这样。生命虽倒计时，可至少你现在还活着，不是吗？既然活着，你总有想完成还没完成的事，所以为了能有力气完成你想做的，接受第一次治疗，好吗？最终，我还是点头，被安排进了医院。大部分时间，我都在昏睡，偶尔醒来。杜荣一直都在，他是心理医生。聊天的过程中，内心也被治愈了些。他说的对，治疗确实缓解疼痛。1周后，微微来了，她提着行李冲进病房里，见我坐在床上的瞬间，直接捂嘴痛哭。微微，我嗓子有些沙哑，听起来有些像是乌鸦。她大步上前，想抱我，却张开双臂后停在我眼前，举足无措的模样，让我一下子红了眼。我知道她怕我疼，不敢抱我。我倾着身子钻进了她的怀里，冰冷的气味，还有浅浅的梨花香。这一瞬间，我想，活着真好。微微没有走，她一直陪着我，直到来年的3月。治疗效果没有预期的好，我的身体也在无尽的药物之下越发虚弱。有时候该醒的时候没有醒，微微就会很害怕地伸手去探我的鼻息。我其实很想打趣她，可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。囡囡，你还有什么想去的地方吗？林微微刚从会诊回来，见我在窗边愣神，她轻声问我。我看着她红了一圈的眼眶，就知道了结果，随即点头，佯装轻松道：去曼岛吧。我去年不是盘下来了那家火葬场吗？当时还是用的原先的经理，咱们去看看情况。到了曼岛，突然下了一场春雨，微微陪着我坐在一处凉亭下，我指了指前面的道路，微微，你看，这就是 TT 的赛道，弯路18开，上下蜿蜒曲折，300时速，根本看不清路。骑手只能在比赛前上赛道训练，凭靠记忆记住这些弯道，只要记错或者走神，90%的机会被送到我盘下的火葬场，然后火化之后，家属再带回故乡。摩托车的轰鸣声袭来，打断了我的话。微微下意识地伸手去捂我的耳朵，生怕这炸天的声音吓到我。下一秒，摩托车打滑，骑手直接飞了出去，重重地摔在了路边。仅仅2分钟，救护人员层层围住。我皱眉看着动向，直到一个盖着白布的担架从人群里抬出来，雨滴声夹杂着一些哭泣声，眼睁睁地看着一条生命就这样在一场训练之中折损。我不知道，如果寻求刺激和梦想的代价是付出自己的生命，这还有什么意义？陷入沉思间，我听到了一声浅浅的低喃：囡囡。我抬眼对上微微的眼睛，一层薄薄的水雾附在她棕色的瞳孔上。我知道她的想法。沉默片刻，我说：微微，这辈子我先走，去安排咱们下辈子的遇见，好不好？她哽咽点头。杜荣撑着伞走来，将围巾搭在我的肩上。你现在不能受寒。我点头道谢。走吧，这风大，坐车里你们再聊。好。微微扶着我，杜荣在一旁撑伞。转头的瞬间，我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，那个黑红头盔上面是我名字的简称。只听一阵刺耳的刹车声，随即那人摘下头盔，露出眉眼。我离着他明明有些距离，可我还是能看到他微微挑动的眉尾。下一秒，他的声音传来：囡囡。微微步子一停，转头看去，一瞬间拉着我就往车里钻，还不忘对杜荣说：快点开车。我全程没说话，直到车速提上来，徐立阳的身影逐渐在我眼前消失不见。其实他去年有打电话给我，问你的情况，但是我什么都没说。你会怪我吗？囡囡。我摇头。我怎么会怪你？微微还要说什么，只听车后突然传来震耳的机车声。我回眸，只见徐立阳上半身俯贴在机车上，雨水打在他的身上。他抬手示意停车。我能想象，
漆黑的头盔镜片下，那双焦急的眼睛和微颤的眉尾。摩托车的速度很快超过了我们，离着些距离，他刹停在我们车前，杜荣不得不停下，微微示意我坐着，别出去。他下车去跟徐立阳说。我透着窗子，看着交涉的两人，神色越发急切。过了一会儿，微微上车，车越过徐立阳的时候，我看到了他泛红的眼底，透着落寞，甚至还有一丝悔意。我没想过，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他，不曾四目相对，更不曾有过只言片语。我遇见他时，阳春4月，万物复苏之时；我离开他时，5月微雨，蓝铃花轻洒一片，夹杂着孤冷和遗憾。离赛事还有2天，徐立阳突然接到了林薇薇的电话，语气前所未有的平和，只是他能听出来林薇薇有些哽咽，他有些心慌。不只是林薇薇突然改变了对他的态度，还有上次见到囡囡时，他好像瘦了很多，精神状态也不好。直到到了林薇薇给的地址，徐立阳又一次见到了囡囡。那是一张黑白照片，空洞的眼神，笑得很假。照片下有一个花瓶般的骨灰盒。囡囡，她的声音沙哑得不成样子。林薇薇冷笑一声，红着眼质问他：“别叫他，你根本不配。要不是囡囡临终愿望，我是死都不可能告诉你。”徐立阳的腿像是灌了铅一样，沉重的不敢往前再迈一步。耳朵嗡嗡直响，他不相信囡囡好好的怎么会死？他怎么能死在他前面呢？林薇薇见状，将所有事一五一十当着囡囡的遗照都说了出来。短短1个小时，像是过了半个世纪。我告诉你，徐立阳，你这半辈子就好好活着，带着你的新欢。我倒要看看半夜睡梦中见到囡囡，你愧不愧疚？新欢？徐立阳一愣，什么新欢？事到如今，你还不说实话？咖啡店里你约见的女人，福利院里你带去的女人，被我抓了现行，你还不承认？不过不承认也没事，囡囡不在了，这些都不重要。随即，手机传出一阵微信提醒，这个是囡囡临终给你的最后一段视频，你好好看。说罢，林薇薇头也不回地离开了。灵堂里，徐立阳打开了视频，画面是安囡消瘦的小脸，衬得眼睛更大了，泛红的眼圈，鼻尖微颤着抽泣，却还要硬生生扬起一丝浅笑。徐立阳，我生病了，本来想着余下的日子有你陪着就好，也不遗憾，没想到你想去参加曼岛 TT 赛。他垂下眼帘，露出一丝苦笑。咱们在一起9年，我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，更知道你的家庭，你的挣扎。可是当我听到你身边出现了一个女人，我虽然不信你有新欢，可我还是忍不住怨你，甚至有些恨你。你那天走时说，只要我护着你，你肯定不会有事，会平安回来。可是你看，我估计撑不到你比赛的时候了。徐立阳，你若有心，别参赛了。说到这，安囡哽咽地说不出话，缓了半天，他擦了擦眼角。我真的盘下了曼岛尽头的那家火葬场，你要是不参赛，可以在曼岛定居，顺便替我守着这小生意。好了，徐立阳，再见。视频定格在安囡扬起的笑脸中。林薇薇第2天来的时候，徐立阳的身体凉透了，手机里还存着一段话：薇薇，囡囡让我帮她照顾这家生意，我实现不了，劳烦你帮帮我。我去找囡囡了，她一个人照顾不好自己。林薇薇火化她的尸体时，杜荣来了，他告诉了林薇薇所有关于徐立阳和安囡之间的事。徐立阳的妈妈是因为抑郁自杀，他爸爸有潜在暴怒症，虽然家庭富裕，可是经常在徐立阳幼时打他，给他留下了很灰暗的童年。后来徐立阳患上了抑郁症，直到遇到安囡，那时徐立阳在天台上往下看，而缩在阴暗角落里的安囡轻声唤了一声，制止了徐立阳往下跃的冲动。一个是新患抑郁的少年，一个是被孤立的清冷少女，这就是故事的开端。再后来，两人互相取暖，生爱生情，相伴9年。徐立阳想一直陪着安囡，可生活不会给他太过安逸。
碰到糟心的事多了，他越是想活着无趣，便开始用刺激的方式去解脱内心对生的厌倦。赛车变成了徐立阳能坚持陪着安南活着的动力，这种动力在一次次刺激中变成了另一种执念病理。至于徐立阳的所谓新欢，杜荣也去查了，凑巧竟是杜荣的同学，也是心理咨询师。两人电话沟通后，杜荣得到了确认，徐立阳确实有很严重的心理疾病。他发现自己越发不对劲后，正巧也是安南提出分手的时候，他就请了这位心理师吃药、治疗、沟通。当一切都得到缓解时，却不想安南的死彻底将他击垮。梦想远没有安南重要，只是他知道的太晚了。林微微听到这一切后，捂着嘴，眼泪像是断了线的珠子。她不知道哪里错了，总觉得心里像是缺了一大块。他将两人的骨灰葬在了一起，又种了蓝铃花。后来，他回国将这事告诉老公，打算维持曼岛尽头的这家火葬场。之后的每一年，他都来曼岛祭拜，每一次，蓝铃花都会开得极好。风一吹，蓝紫色的花瓣飘落在两人的碑前。囡囡，下辈子见。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了。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，请为我点个赞和订阅。如果您有任何建议，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